我的一个视频呢，提到1天1次全餐的养生法，那观众的回应也很热烈，有几个问题我来补充一下哈。他说有没有考量到长时间不吃会影响胆囊收缩的节奏而产生伤害？如果你今天节食啊，比如说你是那种像道教的那个辟谷啊，也就是可能是7天不吃，甚至14天、21天不吃的这一种就有可能，因为胆囊它要流动嘛，结果你长时间都不吃哈，你有可能因为胆囊不流动，然后产生那些胆砂的累积，那形成胆结石啊，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你没有吃东西，完全没有吃东西。但方医师的减肥法哈，也不是减肥法，养生法了哈，因为我这个不是拿来这个减肥的，虽然可以减到肥，它是1天是吃1餐的，它中间是在喝水的。那中午如果有饿的时候，你可以吃茶叶蛋啊，或者是这个坚果啊。那这样子的形态呢，你就想象古时候的原始人啊，他早上哪有时间吃早餐，然后他就背着他的行囊去打猎了。那中午可能有点饿，他可能会带一些肉干啊，或者什么野果啊，他可能就稍微吃一下而已，他怎么可能会吃一大餐呢？然后打完猎之后带回来，然后全部落的人或全村的人呢，一起吃那一个打完猎的东西。那这不就是原始人固定的生活形态吗？那我们身体的功能就是这样设计的啊，那怎么会因为这样设计而产生这个胆囊收缩或结石的问题呢？所以只有那种7天不吃的，或者一种叫做5-2减肥法，它就是5天正常吃，2天完全不吃，那都已经超过1-2天了，那反而会是比较有可能这个问题。那1天1餐的这个问题是非常符合自然的方法。那他说我有胆结石可以使用这种全餐法嘛？应该没有问题啊，因为1天还是1餐。然后早餐不能不吃，反而是晚上尽量少吃油腻的。那当然，如果你把早餐或者中餐当做你1天的主食，那也去调整你的用餐习惯，这样也是可以的。总之，方医师的主要核心概念就是1天不要吃好几餐啊。我强调的就是餐数啊。好，那至于吃的内容，还有早餐、中餐、晚餐是你的主餐，那倒因人而异了，好不好？那少量多餐对脾胃才是好的。其实啊，在动物的实验里面啊，1天如果吃好多餐那个老鼠的肠胃的老化那些基因的表现是比较大的，所以倒不是少量多餐。而且呢，你想想看你每一餐你一定会沾到一些淀粉类的，然后呢，胰岛素啊，它就要分泌一次。那方医师说，胰脏的分泌次数啊是有限的，所以倒是这样，对于肠胃整天的刺激，对于肠内的益生菌，对于胰脏的分泌，这个都不是这个很好的方法，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当然中医有中医的观点，说少量多餐，这个我是从学理上是没有办法去理解为什么要少量多餐的。那1次大餐会使得胃酸大量分泌，其实我们1天里面胃酸最分泌不是吃的时候呢，我们胃酸里面1天最大分泌，你以为是吃东西产生胃酸分泌啊？那个1天最大分泌是我们半夜3、4点、4、5点的时候，是我们1天里面胃酸最大量分泌的时候。那时候哪有吃东西啊？那时候没有吃东西，所以它在生理学上大量分泌是半夜，半夜是分泌最大量的，它没有吃东西分泌最大量，所以不要把胃酸当作单纯就是在消化食物而已，它其实还有保护我们，有清洗我们肠胃，减少这些病原菌啊从这个肠胃进来。那糖尿病不是劝人要少量多餐吗？避免胰岛素一次大量分泌。如果你今天吃早餐的人尤其是有糖分类的，它的胰岛素从早上出来以后，它的血糖的变化呢，它就开始是比较起伏的。所以你一旦启动了这个胰岛素的这个刺激啊，
他整天啊，他就高血糖、低血糖、高血糖、低血糖、高血糖、低血糖，你就非得吃很多次参数。我们胰脏是没有办法承受去做这么多事情的。我们再回到我们人类这个身体我们人类身体能够丰衣足食也才是最近这100年的事情。但是我们人类已经在地球上，以人类来讲，已经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了。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丰衣足食到随时都可以吃东西？所以，我们这几百万年来我们哪有办法少量多餐呢？是不是把所有的那个肉类都变成肉干或者随时准备一些水果？水果放一放也会坏所以倒没有办法去吃这么多餐呢。尤其是糖尿病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呢，我们不要讲说已经很严重糖尿病的病人，如果很严重糖尿病病人呢，他除了会高血糖，他也会低血糖，因为他血糖低的时候，他胰脏有另外一个激素叫做升糖激素，升糖激素呢也会上不来，所以他也会产生低血糖不管的问题。他高血糖不管，低血糖也不管，所以如果到那个地步那就整天吃一点东西，整天有胰岛素，那大概是到这个程度。可是很多人是糖尿病前期比如说家里有糖尿病的遗传然后爸爸或妈妈有人有糖尿病，那你自己得糖尿病的机会也很大然后呢，你去抽血，你发现你的血糖已经边缘了，那糖化血色素也稍微高一点了，那这时候要怎么办呢？你这时候就要省着用你的胰岛素胰脏分泌的胰岛素。那要怎么省？也就是一天在淀粉类的进食上，你不用这个好几次给它一直刺激。所以方医师一次全餐嘛，说那一次全餐你就不用再管什么东西了。在这个糖尿病前期的时候呢，避免过度使用胰岛素呢，是我的理念，大概是这样。那有人提到说不要把人跟老鼠拿来比较，人是靠劳力的，不多吃哪来的体力？我想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遇到的问题不是我们大概几十年前或更久以前遇到的问题。那个时候呢，普遍地球上有很多灾难，那大家都营养不良，那连吃都有问题所以你看东方人因为灾难特别多，所以大家遇到都会问你说假霸没所以大家对于吃会觉得很关键，是生存的关键，这个我同意你如果连基本都吃不好，比如说你一只老鼠你给它吃个2成3成的食物，你真的是有可能会把它饿死的。但是事实上老鼠的结果不是这样，你给它吃7成的食物，它反而延长35% 的寿命这都不断的被重复，还登在 Science 这种最低一流的杂志。这代表说我们有时候会贪心多吃一点，来把食物保存下来，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在演化上还停留在以前不是丰衣足食的时代那你说不要拿老鼠来比较然后那我们要拿什么比较？老鼠只是给我们参考好不好？好，那活着就一直想要活很久，而过程却不舒服，这样有意义吗？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下个礼拜在电台上可能会分享一个叫做人生空乏症。我不盲目去强调说要去养生我所谓的养生像我们这一个系列所提到的养生，让你呢比较自然的方式去使用我们这个身体跟大脑，不要让它负担太大，然后它就会用久一点。至于里面的内容，人生的目的人生的这个涵养内容要怎么去追求，这个是以这个基础再去出发的。我并没有告诉你说或者是想要去强调怎么样让你人生过得比较精彩丰富，我只是让你了解怎么去自然的使用这个身体。那很多人的养生方法也还没有到这个层次他们可能还停留在说我是不是应该吃某种保健食品，或者是去打哪些针很厉害的针，那我就可以得到长寿或者不生病。
方医师并没有很认同说去走那一套，我反而是觉得我们好好使用我们的身体跟大脑，反而会得到比较长的舒适、比较好的舒适感。至于那些人生的精彩度啊，有些人呢就真的也活很久啊，活到70、80岁、80、90岁，然后就觉得不知道要做些什么事情啊，那就得到一个病我把它叫做人生空乏症，就是有空虚感，那内容是缺乏的不晓得做什么，整天在度日子，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每个人都应该看到这个问题，努力去面对这个问题。那还有人提到说，1天1餐的时间点很重要，那哪一个时间点吃最好？可能是晚餐，真的怕不好消化。每个人有每个自己的生活习惯你看，也有一些人是晚上要上班的，日夜颠倒的所以这个倒没有说一定是吃哪一餐。那像我个人呢，因为我算是晚睡晚起型的，可能我的基因上是这样，所以我早上起来呢，也没有必要去吃早餐所以我大部分早餐就直接省略因为如果你吃了早餐，那中餐又要来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早餐第一个，对我来讲是比较简单我是直接没有吃早餐。但有些人早起的人，或者是要干活的人，他可能需要吃足够的早餐这个我也同意那如果你早餐吃的很多，那我有一个想法是，中餐真的其实是可以垫个肚子就可以了，因为中餐让你不饿，垫个肚子，那你早餐跟晚餐这2餐是这个样子那有人是早餐吃很多，晚餐不吃的这个也是有。所以我的方法叫1天1次全餐法，并不是说1天1次晚餐法或1天1次什么法。所以我的目的是要减少餐数不是规定说一定要吃哪一餐或哪一餐。如果你到网络上去查一些学术上的研究，一堆人就说吃早餐很重要，吃淀粉类很重要，少量多餐很重要。那你可以找到一堆文章又说168很重要，间接断食很重要那这些都有人研究一大堆，所以我也没有意见。只要你觉得方医师分析的生理学饮食生理学你还听得下去，你就这样子做那我最近大概也做了4个多月了，那体重呢有降一点下来大概4、5公斤了那我也没有特别努力我的努力就是中餐呢把它省略过去，所以你可以带一点坚果，现在都有人做那种综合坚果1包1包的嘛，你把它带着，那你只要中午吃一吃，那你撑过那个12点到2点这个阶段，那接下来你最重要就是不要停，你还要继续生活，继续工作你停下来呢，你就会想要吃东西别人都在吃，我没有在吃那到下午呢，一直做，那你就要开始准备计划，你晚上要好好吃什么。那时候会吃到饱，很不好睡。其实吃到饱变得很容易睡，你就很累，很想睡觉。吃饱就很想睡觉，尤其是你吃那种糖分很高的，你血糖一高就想睡觉，挡都挡不住大概8、9点就很想睡，看电视都在睡。如果你那一波去睡，那也 OK 变成早睡早起，你半夜可能就醒来。如果你那一波没有去睡，你可能再晚一点，可能到11、2点，因为每一波大概2个小时。那至于如果你吃得太撑说因为我1天只吃1餐，所以我要吃得很撑，有时候会有这种担心是故意吃很多所以有时候你要吃的东西你最好你一开始就规划一下，你不要摆得满满的，然后一直吃说我要全部干掉它。你最好是要把你吃的分量先把它设计出来，然后就吃掉你眼前，否则你就贪吃好几口，你绝对有时候会撑到让你睡觉肚子都很胀这也不是好事然后那一餐晚上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吃？睡前多少小时完成？其实如果你都没有吃你晚上5、6点你就开始真的很需要吃了。所以你5、6点、6、7点你就开始吃你的晚餐，然后慢慢的吃那因为你一整天都没有碰到糖分的，你晚上这一餐的糖分我跟你讲，比之前都认的时候都敏感了。那个敏感会变成什么样呢？
会变成你吃完这一餐晚餐哦，大概8点，大概看那个关键时刻刘宝杰的时候啊，他在上面讲得很激动，但是你既然睡着了，因为你刚刚晚上吃那一餐有糖分的哦，如获至宝啊。你每天都吃糖分的哦，它还不会如获至宝哦。你一天都没有吃哈，晚上那一餐有糖分，你一定会变得非常想睡。如果你那一班车啦哈，你有搭上去了哈，啊你就马上去睡了，9点就睡了。我跟你讲，那个也是很幸福的事啊，但是你可能半夜会醒来。如果你那一班车没有搭上去，下一班车大概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才会来。所以如果你没有那么早睡怎么办呢？你就去泡个澡。你去泡澡的时候，你又在泡澡的时候又睡着了，那也无所谓了哈。然后泡完澡呢，热热的，然后凉凉的，然后就可以去睡觉。大概10点、11点，那也蛮标准的。啊，如果你吃太撑哦，我跟你讲，你晚上睡觉的时候都顶着一个胃在睡觉哦。12点到下午2、3点的饥饿，刚好达到养生的目的哈。那一餐就是你的大餐选在中午，岂不是没得养生的哈？其实是这样，你的养生是在你的晚上。一般来讲哦，你的早上的可体松已经下来，所以你大概在12点，你已经没有早上那一个活力了。到下午2、3点的时候，它才会来那个肾上腺素。所以我们人体的设计哈，在中午这2、3个小时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空窗期。啊，如果你今天中午已经吃了你的大餐，好，那也没有关系啊。你那个大餐哈，你血糖上来了，再加上那个肾上腺素还没有到位，你可能中午就会这个吃完饭之后，可能到下午2点3点前，你会精神比较差，会想睡觉，可能要补充一个午睡这样子。你如果晚上没有吃啊哈，你到了晚上或在睡前，甚至在睡觉中，你的那个糖分就会比较低。不过有时候饿肚子是不好睡的，因为你饿肚子的时候你的大脑里面一个大老板，就是方医师一直提到的叫饥饿素。这食欲素细胞它在饿的时候，它是很紧张的，它会让你变得异常的清醒，因为它对身体对脑袋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嘛。它怎么可以这时候让你睡觉？那相反的，如果今天是血糖够的、血糖高的，或者是你吃一些很好的蛋白质的，那他就会觉得很满足，那他就会放松，然后你就很好睡觉。所以这个食欲素细胞它对于饿很敏感，它会让你非常清醒，然后它对于吃饱了，它会让你想睡觉。我为什么说我不反对大家吃哪一餐呢？我只是就学理上跟各位分享啊。如果你今天中午你本来就会比较虚的，那你也没有吃的。那我问你，你是不是那时候血糖偏低？血糖偏低，中午这个空窗期呢，来救援你的就是那个食欲素，因为你有一点饿会让你清醒，然后到2、3点那个肾上腺素来继续接棒，所以一路清醒到5、6点，然后到晚上吃的东西，食欲素细胞很满足，而且因为它是大老板嘛，所以整个就想睡觉，然后就去睡了。这是你的这是我们人体的设计。如果你中午吃会怎么样？你中午吃了以后呢，你食欲素就放松了，刚好肾上腺素还没有来，然后你食欲素又放松，你1点到3点中间，你可能会度孤精神都很差，想睡觉。那到了晚上或在睡觉前，因为你肚子饿，低血糖，那这时候呢，你的食欲素异常的亢奋，所以会造成你入睡有点困难。他说一天全餐，中午饿的时候可不可以吃水果？其实中午你已经在饿了，你吃水果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因为水果本身是甜的，除了像芭乐或其他比较不甜的，所以大部分水果都是甜的，而那种甜又是很好吸收的甜。那你一吃进去以后，你的胰岛素呢就要出来帮忙。那胰岛素它的帮忙呢，他以为你是要吃全餐的，结果你只吃了水果而已。所以胰岛素出来之后刹不了车啊，它就把你的血糖弄得太低了。所以你会发现你在饿的时候，你都以为说我吃个糖果啦、甜的饮料啦，或者是饼干啦、水果啦，
稍微增加一点血糖，事实上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会让你待会低血糖的更严重，然后就经过2-3个小时的时候，你就很虚弱，甚至发抖、流汗都有可能。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你要吃不含糖的东西。我们的胰岛素只有对糖作用，所以如果吃进像一颗茶叶蛋，它不含糖；你的一些坚果，它不含糖，或者是含很少的糖，那这样你的胰岛素是不太反应的，它就不会把你拉成低血糖。所以像这些优质的蛋白质又可以果腹的，让你肚子里面有东西的感觉的，中午就这样子就撑过去了，绝对是可以的。好，那有一位提到说减餐法、断食法，似乎都反对了，为什么原因这样子？早期很多营养师都说少量多餐，少量多餐呢，或者说多少比例多少比例的，或者他说不吃淀粉类会完蛋之类的。那现在逐渐出现什么节目你知道吗？现在整个大方向是吃早餐很危险的，你去看最近的那个 YouTube 上面的，吃早餐很危险，外国人做的然后这个断食多厉害之类的，那老实说，我自己讲大部分的也不是大部分的，几乎都是的在动物实验上，这个短期的断食都是很 OK 的，很好的。那但是这种断食我们不是断个什么7天、10天、什么40天的，那个是道家的那种特殊断食。我们是短期的断食，168也算是一点断食一天吃1餐，那更再多好几个小时这种断食对动物都是 OK 的。它从酵母菌到线虫，一直到哺乳类的像老鼠、猴子、猩猩到人类，一路都是长红的。但是那个越低等的动物得到的好处比较多，像那个酵母菌、线虫你如果给它减食断食它可以活到2-3倍长很可怕的。那老鼠的话，如果给它少一半的食物，它可以多活一半但是到了更灵长类的，到人类的可能这个效应有一点递减至于说他们为什么都反对，我也不知道。以前还有一种就是你吃饭的时候都会拍照，然后传给你的营养师，然后做这个食物种类的分析或者说人家把你做好这个餐交给你，那当然这是很专业的营养控制的。那方医师也没有做到那个点我就想说，反正我早餐就没有吃了嘛然后中餐呢以前都有吃然后就现在就想通了以后就少吃或没吃了有时候真的稍微吃一下就过去了。晚上我就真的是很开心的吃了，我就会想说晚上我要吃什么，然后配个啤酒配个什么，我什么都吃但是也知道不要吃到晚上睡不着觉那种撑那我觉得这个生活方式很轻松也不要管吃的内容活得也还蛮有精神的 ，OK 的这是我个人的经验而已